李英，你够了，4项剑种还轮不到你撒野。试试而已，怕什么？哎呀，我差点忘了，我们少主是个连剑都不会的废物。剑阵解了。老祖留下的剑阵破了。此剑阵是老祖开山时所留，历经千年，未曾有人能破解。这到底是哪位高手干的？能破解此剑阵的，必然是大陆赫赫有名之人。你们可曾看见是谁？刚才应少爷让少主破阵，然后这剑阵就破了。昭然，是你？你个连灵剑都不能召唤的废物，还敢妄评老祖剑阵？有些人仗着自己父亲是上任家主就无法无天，竟敢口出狂言。你莫不是以为我们真会觉得你这剑阵是你破的吧？如此废物还霸占着剑种不放，简直就是我们李家的耻辱。剑种是父亲传给我们的，我们自会打理好。至于昭然，你们没资格说他。灵秀，你知道的，守护剑种是我们李家人的责任。你们这一支人丁单薄，昭然更是体弱多病，难当大任。大伯、二伯，剑种是父母遗命，灵秀日夜不敢忘。为家族计，今日必须有个了断。废话就不必说了，今日家族大比，你们想要留下剑种的掌控权，就拿出实力证明给我们看，否则交出剑种的管理权。你们姐弟二人，一个剑术一般，另一个甚至连剑都握不稳，就别自讨苦吃了。灵秀，你们放心，只是交出管理权而已，我们还是家人，大家不会亏待你们的。比就比。唉，昭然，家族大比难度不低，我们闯不过的。姐姐，你信我。切，废物还挺会装，到时候可别吓得尿裤子。总算开始了，今天能看到英杰二少的风采了。他们也真是敢来。肃静，4项剑种家族大比，现在开始。第1关，剑气回廊。规则如下：穿越回廊，抵达彼端，以所受剑气攻击次数与所用时间为评判标准。第1位，李英。给我拿出点本事来，将他们狠狠踩到脚底。这次一定要拿下4项剑种。放心吧，爹，我会让他们知道他们和我的差距的。睁大你们的狗眼看好了，小爷我是怎么闯关的。开！居然硬扛剑气，应少爷果然实力不俗。莽夫！李英通过，受击9次，用时25息。我4项剑种之中，能在50息内受击15次以下通过者，都寥寥无几。应少爷不愧天才之名啊！到你了。怎么，这是不敢了？
也是，你们姐弟二人进入这剑气回廊，不就是纯纯找死吗？这样，只要你乖乖认输，交出4项剑种，就算了。姐姐，去吧，没事的。我先来吧。看好我的走位，接下来你照着来，就不会受伤。齐少爷居然不用剑！不愧是剑家100年以来第一天才，竟然如此自信。用心去感受剑气的涌动。礼节通过，用时20息，受击0次。下一位李灵秀，就剩你了，灵秀，别耽误大家的时间了。要不我去？你连剑都没拿过，去什么去？就在这里乖乖看着吧。行吧，这个也不难，做3请2，遇金风则退。什么？姐姐记住便是。他还真的敢上啊！瞧那样子，站都站不稳吧？我赌他3息之内就被打出来。废物，送死去吧！果真是废物。灵秀，莫要应剑，躲！父亲，我去救灵秀。找死！如此刁钻的角度，灵秀居然避开了。切，狗屎运罢了。这第3轮剑气，只有族中精锐弟子方能躲过。他不会是想硬扛吧？左1，推2，下腰。起身，前3，跳。怎么可能？落地，侧身，出剑。这是什么步伐？乱扭乱跳的。巧合，绝对是巧合。怎么可能每次都蒙对？不对劲。这次看你怎么躲！一沉，虚抽，靠近剑气后，剑中心。啊！
死！凌霄，父亲，停止试炼。不用。李灵秀通过，用时10息受击1次。居然比杰少爷还快这么多！不可能，他一定作弊了。阵法可有异常，立刻检查。阵法运转，一切正常。超然，我成功了，我们守住了剑种。今日无论如何都得让他们交出4项剑种。什么意思？灵秀之女能通过剑气回廊，实属不易，足见其心智坚毅。按先前约定，剑种管理权本应归属你们，但是剑种乃我李家全族之宝，关乎家族兴衰。历代守护者不仅需心智坚毅，更需有足以服众的实战之力，方能震慑内外，保剑中无虞。故而我们商议后决定临时增加第3关同辈印证，只要你们能战胜同辈中的佼佼者，4项剑种就由你们继续掌管。你们……二叔，灵秀刚结束剑气试炼，此时再进行实战印证，恐失公允。此言差矣，守护剑种将来面对的是豺狼虎豹，谁会跟你讲公平？若连家族内部一点试炼都接不住，何以服众？我也是为家族的未来着想啊。李杰，此乃家族决议，不可更改。灵秀，这同辈印证你可敢接？我们也不欺负你，就派李英出战。你若不敢或败了，前面的成绩一并作废。你要是不敢，现在就可以认输，然后夹着尾巴滚。接还是不接？我接。灵秀姐，别说我欺负你，你现在跪下，给大家磕3个响头，承认你们姐弟是废物，不配守着剑种，我就跟大伯求求情，饶你一命，怎么样？要战便战，给脸不要脸，先废你一条胳膊。就这点实力，难怪是废物。三叔他们要是知道生了你们这么2个没用的儿女，怕是要气得从坟里爬出来。脏了我的剑！跑啊！怎么不跑了？刚才不是挺能躲的吗？废话真多。这就趴下了。你说你爹娘当初把剑种留给你们干嘛？早给我们大房2房，说不定剑种早就发扬光大了。真是2个老糊涂！住口！还敢瞪我？认输，学3声狗叫，我就饶你这条贱命。不然我这手一抖，你就能下去陪你那短命的爹娘了。剑种是我爹娘用命守下来的，我宁死也不会向你这畜生低头。好，很好，那我就成全你这贱骨头。
住手！接下来我替我姐姐打。就你这么一个废物，也配和我打？你就说接不接受吧。啊，昭然，不要！你不是他的对手的，我们认输，建主，我们不要了。信我，大伯二伯，是不是我赢了李英，4项剑种管理权仍归我们姐弟？自然。李昭然，你当真要挑战银儿？刀剑无眼，若是你学艺不精，受了什么伤，可怨不得旁人。你重伤我姐姐，口出秽言，误及先人，这一trận，我要你为你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。代价？就凭你这个一阵风都能吹倒的病秧子废物，李昭然，捏死你，我一只手就够了。你够了，多说无益。既然要比，那就开始吧。连剑都没有的废材，你是打算空手和我交战？剑。他要用树枝！我的天，我是不是眼花了？嘿嘿，可笑！殷少一剑就能把那破树枝连他一起劈成2半。李昭然，你就打算用这玩意儿跟我打？足够了。行，我就站在原地，我倒要看看你这破树枝能不能蹭破我的皮儿。那你接好了，看好了，这才叫剑。这股气势，婴儿，这剑气怎会如此恐怖？少主不是连灵剑都无法召唤吗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剑气和慧明剑阵上那位高人留下的气息倒是相同，难道是那位前辈的手笔？4项神剑居然出世了！大哥，神剑出世乃天赐我李家崛起之机，这4把宝剑必须掌控在我们手中。被我的剑意给唤醒了吗？昭然，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4项剑种有麻烦了。没想到这偏远之地竟藏着如此神剑呢，何该为我凌云宗所得？凌云剑宗的人怎么来了？凌云剑宗贵客临门，
有失远迎，在下李明远，不知长老如何称呼？本座赵无极，此等神物，非尔等小卒可守，速速退开，交由我凌云剑宗保管，免遭灭门之祸。赵长老，神剑自我祖弟出世，自然归我李家所有。凌云剑宗虽是天下剑道魁首，也要讲道理吧？道理？我手中的剑就是道理。此等神剑，岂是你们能觊觎的？周师弟说得对，宝剑通灵，自责明主。你们李家若有能人，神剑何至于悬空不落？分明是无主之物，能者居之。赵长老，贵宗乃名门正派，若行此强夺之事，传出去，恐损贵宗清誉吧。我凌云剑宗为人族镇守妖域多年，何须这些无谓名声？姐姐，你听，这像不像市井泼皮？看中了别人家的传家宝，便强说人家不配，要抢回去。小畜生，你说什么？我说凌云剑宗之人和泼皮无赖没什么两样，强取豪夺，墨渊就是这么教你们的。啊！赵长老息怒，我弟弟年幼无知，口无遮拦，我代他向您赔罪。长老，这小儿出言侮辱贵宗，实在该死。你要是生气，就尽管把他拿去，我四项剑种不管。住嘴！呵呵，好一个牙尖嘴利的傻子！本座没空跟一个孩子斗嘴。今日这4项神剑，我凌云剑宗要定了。我给你2个选择：一，请长老明示。你们李家主动献上神剑，我宗可念尔等进献有功，赐下些许神丹功法，保你李家100年安稳。那第2个选择是？2，按剑修的规矩来，自古神兵，能者居之。我们双方各出3名不超过20岁的弟子，在此公平比斗，哪一方弟子能战到最后，神剑便归哪一方。如何？够公平了吧？这和明枪有什么区别？迎少爷重伤，敬少爷虽强，可双拳难敌4手啊！他们随便派个内门弟子，恐怕我们都……若连应战的勇气都没有，那便是默认你李家无人，不配拥有神剑。本座便取剑了。看在李灵秀的份上，大伯，赢家便是。意味着我们还有一线机会，守住属于自己的东西。若不义，现在就会失去一切。父亲得治好李英，让他参战才行。这是老祖留下的丹药，吃下后他就能痊愈了。爹，我好了，你究竟用了什么妖术？先别管这些了，凌云剑宗来犯，我要你打败他们。爹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再让你失望了。哟，还真有不怕死的。刚才没躺够，狗仗人势的东西！刚才小爷不过是一时疏忽，现在就让你看看小爷的厉害。第1战开始。好强的气势！李英服下丹药后变强了不少。画架子，
输了。废物，就该躺好。下一个。你们的人就这么弱吗？四象剑肘，李杰，请指教。你倒是有点意思。以守为攻，不错。就是现在！杰少爷威武！我输了。死子根基倒是扎实。陈峰，你去。是凌云剑宗内门排名第3的陈峰，一手风光剑出神入化。李杰心性不错，剑走后冲。这陈峰剑速奇快，走的是险诡一路。10招内，李杰若不能以力破强，必被拖入消耗。四象阵月。杰儿能撑住吗？结束了。机会找得很好，可惜李杰这小子够狠。嚯！你疯了！除了杰儿、婴儿，我们没有其他拿得出手的弟子了。没用的东西！小觉，结束这场闹剧。是萧绝，凌云剑宗内门首席弟子，千年一遇的剑道奇才呀！据说曾一剑击败了一位长老。萧绝，墨渊的弟子。勉强够看，不过也就这样了。你们李家还有人吗？看来是没了。既然如此，神剑归我凌云剑宗了。且慢，谁说我们没人了？超然，大哥，有事？李家已知绝境，求你看在你姐姐、看在你血脉的份上，出手一次。李杰，你疯了！求这个废物有什么用？昭然，大伯不，李明远代表四象剑种李家恳请你出战。只要你能力挽狂澜，守住神剑，我李明远在此立誓，即刻封你为四象剑种的家主。让个娃娃当家主，李明远，你是吓疯了吗？真是麻烦。姐姐，我们要帮他们吗？四象剑种是低年的心血，我不想看着他被外人践踏。昭然，如果你可以的话，行吧，既然姐姐发话了，那就快点结束。你们四象剑种没人了吗？派这么一个小屁孩来送死，小子，你剑拿得稳吗？要我出剑，你还不配。好大的口气！
大伯、杰哥，你们糊涂呀！这废物之前赢我，分明是用了什么见不得人的阴招，他能有什么真本事？疯了，都疯了！哼，小鬼，滚下去！我的剑不斩无名鼠辈，让你家大人上来领死！气息虚浮，剑气驳杂，空有架子。墨渊就教出你这样的徒弟啊，真是越活越回去了。你找死！聒噪！什么意思？拜你只用一招。狂妄无知！就算是你将老祖重生，也不敢说一招拜我。哼，就你可真会装！哼，我会让你后悔说出这句话的。好强的气势，这一招我接不下来。昭然，小子，接招！定！这，怎么会？这么轻松就击败了萧绝，赌对了。赵长老，你们输了。按照约定，4项神剑归我李家所有，请凌云剑宗遵守诺言，离开吧。天真！我凌云剑宗想要的，就没有得不到的。你这是要反悔了？此等天地神物，唯有我凌云剑宗配拥有，你们不配。赵无极，你堂堂凌云剑宗长老，竟要当众食言？是又如何？今日这剑，我凌云剑宗要定了。无耻老贼，拦住他！不用。神剑是本座的。神剑有灵，不得认可，我们取不走他。我们是老祖后人，应该能得到神剑认可吧？李家后世子孙李杰前来取剑，还望老祖允许。昭然，要不你去试试？没意思。4项剑主的废物，就凭你们也想获得神剑认可？这些神剑根本就不是给你们李家准备的。等我回禀宗门，请来太上长老，必能破开这禁制。到时候，神剑还是我们凌云剑宗的。不要脸的东西！总算是说了句人话了。哎，
唉，现在的凌云剑宗还真是烂透了。小子，你屡次三番辱我剑宗，待我们取得神剑之时，就是你们四象剑种灭门之日。剑你们拿不走，门你们也灭不了。我们拿不走，难道你能拿？我能。你个小屁孩，装！四象认主，这怎么可能呢？啊！昭然获得了神剑认可。虽不及清泉，但也不错了。小子，我得多谢你为我取得神剑了，把神剑都给我抢回来！还不快上！此次古怪，接凌云剑阵。昭然小心！保护少主！真是烦人！一剑破凌云剑阵，大陆宗门内能做到的不超过10个吧。可以滚了吗？你竟敢伤我凌云剑宗弟子，墨渊宗主定会。墨渊，滚回去告诉他，他欠下的债，我会一笔一笔讨回来的。你们想干什么？从今日起，四象剑种上下为少主之命是从。大伯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昭然，都起来吧。少主，今日多亏有你，否则我们剑种可就损失惨重了。昭然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？我前几日遇到个老头，都是他教我的。哦，就是破了老祖剑阵那个前辈吧？对对对，就是他。站住！你想干什么？现在剑种我说话算数吧？从今日起，你们被四象剑种除名了。凭什么？我为剑种殚精竭虑几十年，岂是你一句话就能否定？就是，你不过是走了狗屎运，被神剑认可罢了。论资历，论对家族的贡献，你哪点比得上我爹？贡献是指你李明阳为了夺取剑种控制权不择手段的贡献，还是你理应将我推下水池，试图淹死我的贡献？更不必说今日面对外敌，你李明阳第一反应不是同仇敌忾，而是想着如何牺牲我，来保全你们的利益。李阳，你战败之后想的不是家族荣辱，而是如何诋毁可能拯救家族之人。如此心性，如此作为，也配姓李？也配留在四象剑种？你胡说！
二弟，昭然所言可是真的？你竟然真的想对他们下毒手四象剑种不需要蛀虫，更不需要在危难时刻只想自己背后捅刀的小人。今日起，李明阳、李英逐出剑种，收回一切族内赐予之物，永不许再踏足剑种半步。念在血脉一场，留你们修为，自谋生路去吧。以前是大伯糊涂，剑种的未来就交给你们年轻一辈了。昭然，你真的只是偶遇了那位前辈？那老头厉害得很，就是脾气怪，教完就跑了。禀少主，门外有凌云剑宗使者到访，留下此函后便匆匆离去。怎么了？剑尊葬礼在即，凌云剑宗广邀天下宗门参加，也请了我们。剑尊大人一生镇守妖域，护佑人族，他的葬礼该去。此事蹊跷，剑尊修为通天，怎会轻易陨落？且我李家刚与凌云剑宗结怨，他们便送来邀请，怕是宴无好宴。昭然，我们别去了吧，太危险了。去，剑尊葬礼，天下剑修齐聚，此等盛会，我们四象剑种怎能缺席？少主，三思啊！没事，正好我也想去看看凌云剑宗如今到底成了什么样子。真不愧是天下第一剑宗，气象万千。只可惜剑尊大人一代传奇，竟陨落在万妖围攻之下，实在是可悲可叹。万妖围攻，就算再多1倍的妖，也伤不到我分毫。要不是……哎，让开，都让开！那是何人？竟能让凌云剑宗长老亲自出营？妖气！我的葬礼之上，竟有妖族赶来，还被他们奉为上宾。这是我们的邀请函。四象剑种，没听说过。今日乃剑尊葬礼，来往皆是大派名宿，闲杂人等不得入内。这位师兄，我们的确是受邀而来。这是贵宗发的邀请函，谁知道是不是伪造的？什么阿猫阿狗都敢来攀附我凌云剑宗？赶紧滚！别当着后面的贵客！你们凌云剑宗就是这般待客的吗？哼！客，你们也配？再不滚，休怪我们不客气！
林清扬才死了多久，凌云剑宗就变成了这副模样？受邀者被阻于门外，反倒对藏头露尾、身份不明之辈卑躬屈膝，真是有辱剑宗历代祖师。放肆！哪来的小屁孩，竟敢口出狂言！你做了什么？今日看在林清扬的面子上，我不与你们计较。去叫陆明出来见我。陆明师叔乃是剑尊二弟子，如今更是本宗副掌门，岂是你想见就能见的？拿着这个去见陆明，告诉他故人来访，若耽误了，他怪罪下来，你们担待不起。这字有点邪门，要不跑一趟，万一真是师叔的故旧，你最好没有骗我。师尊，您到底遭遇了什么？师叔，山门外有自称四象剑种的人求见，说是您的故人，还让我带了一块破石头。四象剑种，我并不认识。哼，果然是骗子。等等，清玄剑气是师尊的剑气，那人在哪儿？就在山门外。看来陆明师叔不会来了，识相的就赶紧滚。他会来的。来什么来？再不走别怪我不客气了。把他们请走。昭然，这里毕竟是凌云剑宗的地盘，今日这山门我进定了。给脸不要脸的东西，动手！谁敢？参见师叔。师叔，就是他们，擅闯山门，在剑尊的葬礼上捣乱，您可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呀！那块石头就是这个小崽子给我的，师叔，是否要将他们拿下？副宗主，此事有误会。那块石头，你从何得来的？师叔，那石头就是这小子随意在地上捡的。他无非是想用块破石头招摇撞骗。闭嘴！这么说来，这上面的字是你刻的？小名字很不错嘛，能感受出字上的剑气。好个不知死活的小子，竟敢这么称呼师叔！哎，昭然，他可是凌云剑宗副掌门，不是我们得罪得起的。副掌门，我弟弟年幼，还请你不要和他多计较。你认识我师父？师叔的师父，不就是剑尊吗？昭然遇到的那个前辈，难道是剑尊？在他濒死之前，我曾见过他。你说什么？眉宇淤青，眼睛通红，遇事沉溺悲愤，不知振作。林清扬就是这么教你。你教训的是
他老人家可曾留下什么话？他说你心性纯正，是他的弟子中最有望继承他衣钵之人，望你勿忘初心，镇守人族边关，护持心中正道，不要被宗门俗物和一时悲痛蒙蔽了剑心。弟子谨记，绝不敢忘记师尊教诲。起来吧，今日是你师尊葬礼，我本想来看看他，只是没想到连门都进不去。进不去？你持邀请函前来，又有师尊信我，怎么会进不去？这就要问你们凌云剑宗的好弟子了。我们受邀而来，自然是想进去的。只是有些人狗眼看人低，说我们的邀请函是伪造的。他所言可是真的？副掌门饶命！弟子一时糊涂，弟子再也不敢了，弟子愿受任何责罚。一时糊涂，剑尊葬礼，天下同悲。你们却在这依仗宗门权势，欺辱来宾，败坏门风。师尊一生光明磊落，最恨这等势力龌龊之事。凌云剑宗的脸都让你们丢尽了。只求副掌门不要逐我出宗门啊！没认出贵人，弟子知错了。将此二人逐出山门，昭告全宗，以儆校友。是。让小友见笑了。宗门御下不言，致使此等败类辱及贵客，请走吧。这小子还是那个认死理、重规矩的主意。这凌云剑宗总算还剩下一丝清风。哇，这也太大了，像仙境一样。这塔好壮观。此乃镇妖塔，塔中镇压着无数妖魂。昭然，怎么了？广场之上，妖气冲天。好大的狗胆！你们竟然真敢来！伪装的挺好，可惜臭味是藏不住的。诸位道友，今日我们齐聚于此，送别我师尊剑尊林清扬。陆明，墨渊呢？这是哪儿来的小屁孩啊？四象剑种的小杂种，竟敢在剑尊灵前喧哗！原来是四象剑种这样的破落货，怪不得这么没有礼数。够了！师兄因师尊陨落，悲痛过度，修为波动，正在后山闭关，所以今日仪式由我代为主持。悲痛，还真是会挑时候闭关。
100年前，妖族入侵，千里焦土，生灵涂炭，是师尊一人一剑，孤身入妖巢，鏖战7日，退100万妖众。30年前，妖族3大妖王联手，欲破镇妖关，是师尊以身为饵，催动清玄剑全部威能，一剑斩杀3王，威震妖域。哦，那就是剑尊的佩剑清玄，陪他斩杀大妖无数，乃是我们人族剑道的象征。他这一生为人族而战，今日他虽身陨，其志长存，其魂不灭。我陆明以剑弟子之名在此立誓，必继承师尊遗志，执掌清玄，镇守妖域，护我人族山河永固。护我人族山河永固，护我人族山河永固。呵呵，真是好大的口气，就你也配？你是何人？藏头露尾之辈，安敢在剑尊灵前放肆？林清扬啊，林清扬，看看这些蝼蚁，你死了之后，他们竟然还敢这样同本王说话。本王？难道是他？小心！装神弄鬼，敢在凌云剑宗撒野！不管你是谁，今日别想活着出去！找死！一招败赵无极，此人实力极强。你究竟是谁？既然你们这么想知道，那本王就让你们这群将死之人看个清楚。妖王竹林，竹林，万妖之王，那个曾在剑尊大人剑下支撑了数10招才败走的妖王。他不是被剑尊重伤，遁入妖域深处了吗？剑尊刚陨落，怎么敢出现在这里啊？连剑尊当年都未能将其斩杀，如今剑尊现世，天下还有谁能治他？不错，我就喜欢这绝望的味道。你们不是这么尊重林清扬吗？今日我就让你们为他陪葬。休想！哦，在我的威压之下，竟还能站着，不愧是林清扬的徒弟。不过，就你也配说继承遗志，执掌清玄？笑话！妖孽，你太放肆了！这里是凌云剑宗，你要对我出手？陆明掌门加油啊！
就这点实力，人族果然是废物。碎！陆掌门，看到没有？你们当中的最强者，连我一招都接不住。林清扬一死，你们这些卑贱的人族，就只配沦为我妖族的血食，只能匍匐在我脚下，瑟瑟发抖。林清扬的剑，人族剑道的象征。今天，本王就断了它，也断了你们人族最后那点可笑的念想。从此，天下当以我妖族为尊。这副身躯还是太孱弱了，还差一点就能唤醒清玄了。站住！想碰师尊的剑，先踏过我的尸体。凡人的苍蝇。骨头还挺硬的，可惜硬骨头通常死得最惨。陆明前辈，林清扬生死剑断，这一场终究是我妖族赢了。住手！人族不灭，剑道永存。这人间还轮不到你们这些披鳞带角的孽畜造次。这股气息，畜生，该死！有趣，太有趣了！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娃娃，也敢在本王面前说这种话？你知道“死”字怎么写吗？你会知道。昭然，他可是妖王，连陆明前辈都不是对手。你，昭然创造的奇迹太多了，相信他。小子，既然你想找死，本王便成全你。四象，这是周雀。
玄武。青龙。白虎。起阵！倒是小看你了。4项剑种的传承神剑，竟然被这个小孩收服了。一定要赢啊！凭这4把破剑还不够。死！碎！赵人赢了！还没结束。好个难缠的臭虫！本王决定了，要把你的骨头一点点碾碎。这就是你的本体吗？还真是恶心！你找死！天上来战！蝼蚁，你怎敢！玄虫玉，好重的压力，给我破！雕虫小技！风雷杀！孩子竟然真能和妖王平分秋色，不愧是师傅看中的人。周然，小心啊！所谓妖王，不过如此。没完没了，给本王死！轮转，还是差了点啊！还是输了吗？
这下再也无人能阻挡竹林了。小子，就你也妄想做救世主？今天你们所有人都得死！不要！刚好。怎么可能？师尊，林清扬，你死了还不安分？师父，老伙计，你再慢行一步，你我可真就要灵堂见了。可笑的人族，竟然将希望寄托在一把死人的剑上。今日除了林清扬重生，否则谁也救不了你们。死！少主，完了！思想虽好，终非顾忌，用着到底还是不太顺手。且这是打算投降了，可惜晚了。清玄，这是不可能！清玄剑除了林清扬，无人可以驱使。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犯我人族者，捉！装神弄鬼！就算你能拿起清玄剑又如何？林清扬已死，此剑威力实不存一。你还是得死！这是妖王真身，竹林要使用最后手段了。这一剑，为冤死在妖族手中的百姓。朕！啊！这是镇万妖林清扬的独门剑招，你怎会？清玄剑也。老伙计，久违了。
昭然居然杀了妖王！赢了，我们赢了！感谢前辈诛杀妖王。不必如此。多谢小友，不，多谢前辈力挽狂澜。前辈修为通天，清玄任主，实乃我人族新擎天之柱啊！陆明恳请前辈为天下苍生界领袖群伦，共抗妖族。少主，你有此实力，当为人族脊梁。昭然，你妖王已除，妖族至少100年难成气候，人族的事，自由你们自己去操心。我不过是个守着自己1亩3分地的小家主，这把剑物归原主。姐姐、大哥，热闹看完了，该回家了。好强的压迫感，比竹林更深1分。这又是谁？是宗主，宗主出关了。妖气缠身，剑气无闯。墨渊，你竟然走上了这条路。陆明，立刻带所有人退出凌云剑宗，越快越好。好。昭然，那你呢？留下，除魔。竹林是你杀的，清玄剑也是你换出来的。是。你究竟是谁呀？4象剑种养不出你这样的怪物。我是谁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好好的人不做，偏要染一身妖气，弄得人不人，妖不妖。凌云剑宗的列祖列宗若是知道，怕是要气得从坟里跳出来，清理门户。妖气，力量就是力量，何分人妖啊？是要能成为天下最强，执掌乾坤，过程如何重要吗？冥顽不灵。竹林那废物，我本来是让他去打开镇妖塔的，现在看来得换个人了。你就很合适。你觉得我会听你的？你会听的。师兄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用他们3个的命换你进一次镇妖塔，很划算吧？放了他们。进去，走到塔顶，打开最核心的封印。他们3人，我立刻走。你确实很强，但还做不到一瞬间从我手上救下他们3人。不可！前辈，镇妖塔内关押着历代积攒的凶戾妖魂，核心封印一旦打开，万妖之魂冲出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师兄，你究竟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自然是吸取这万妖之魂呐！补全我最后的缺陷。也是人妖合一，我便是这天地间唯一的至尊。你果然是修炼了半妖熔炉那禁术，欺师灭祖，背叛人族。墨渊，你真是把路走绝了。你怎么知道半妖熔炉？你到底是谁？记住你的承诺。
大哥，等我。这里面是凌云剑宗剑修千百年来斩杀镇压的妖族，没想到有朝一日我要亲手放他们出去。四象，去！镇妖剑阵，好久不见。这就是阵眼了，也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放人！我破阵！放人！打开封印，莫要耍花样，否则我马上就杀了他们3人。成功了！来吧，都到本座这里来！妖魂入体，墨渊已经走到半妖熔炉的最后一步了。这股气息已经和师父巅峰时期不相上下了。这就是至高无上的力量，人族与妖族都将匍匐在本座脚下。不仁不义、欺师灭祖的东西，也配妄称至尊？真是令人生厌的气息啊！虽然不知道你和林清扬是什么关系，但你现在若是跪地求饶，本座还能留你全尸。废话真多，躲远点！四下，起！如今就算林清扬在世，也不会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……你在给我挠痒痒吗？分！
害吗？玄武战！超人！看你还能挡几下！剑回！那魔头吞食妖魂后，实力已远超竹林，4项神剑撑不了多久了。没了剑，你还怎么和我斗啊？昭然，前辈，没了这些碍事的我，你还拿什么和我对抗？啊，还有这把破铜烂铁。李昭然这副身躯，不知能否承受得。本座改主意了，不杀你，废了你，让你亲眼看着本座如何踩碎人族的一切希望，如何将你在乎的人一个个虐死。先从谁开始呢？放了他。生气了吗？你不该动他的，我不会答应，这副身躯也不会答应。这是师傅的绝技，清玄九问，他怎么会？你究竟是谁？你会知道的。去！他不是昭然。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也扛不住吧？还真是皮糙肉厚。这该死的蝼蚁，竟然将我伤到如此地步！就算你会清玄九问又如何？本尊不死不灭，力量无穷，而你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。我会让你体会到什么叫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的。这一剑竟也杀不了他吗？墨渊，你为一己私利修炼禁术，勾结妖族，此为不忠；释放妖魂，意图残害众生，此为不义；欺师灭祖，杀害师父，此为不孝。啊！剑尊是墨渊杀害的。墨渊，师父一手将我们养大，待我们如同亲子，你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！只要能成为这世间最强者，牺牲的这些算得了什么？如此不忠不义不孝之辈，也妄想成为世间最强者？墨渊，你错了，这世间最强者从来不是个人。不是人，还能是什么？世间最强，非个人之力能打，
二需众生相助。胡说八道！我现在已经是这世间最强者了。你说的众生包括你，都得乖乖跪在我的脚下。想乱我道心，受死吧！这剑包含了万千妖族和我此生修建的所有力量，你死定了！是吗？那我就让你看看众生的力量。护我人族上！无身可陨，无剑可折。闪！人族星火不灭，剑道正气长存。天下剑修，可愿借剑一用？什么玩意儿？今有妖邪乱世，欺师灭子，荼毒苍生，本尊林清扬借人间万剑一用。师傅，真的是你？他是剑尊，那昭然呢？不可能！你明明被我亲手杀了。不过，我能杀你一次，就能杀你第二次。受死吧！此剑名为人剑。怎么可能？昭然！昭然，你撑住，你撑住啊！脉象极弱，但还活着。怎么回事？这不是墨渊的妖气，这股气息比墨渊强了何止100倍。有意思，墨渊这颗棋子竟被人间的剑修给破了。你是谁？我乃妖族大帝龙尘，
墨渊不过是五部手下的一名棋子罢了。他修炼的半妖熔炉本就是五次下的功法，为的便是让他打开镇妖塔，释放万妖之魂，搅乱人间进了天境屏障。什么？墨渊所做的一切都是你在幕后操纵？镇妖塔有误，人间天境屏障已现裂痕，我等了300年，等的就是这一天。半月之后，我将亲率妖族大军踏入人间，切实神族当面。妖族大帝，半月之期，这可如何是好？消息已经传遍了，凌云剑宗、天机阁、苍梧书院，所有人族宗门都收到了龙尘的传音。半月之期，妖族大军压境，这不是恐吓，是宣战。墨渊只是棋子，真正的敌人从一开始就是那位妖族大帝。师父拼尽全力斩了墨渊，却不过是替龙尘扫清了一颗废子。那现在怎么办？剑尊前辈昏迷不醒，人族之中还有谁能挡住妖族大帝？100年前，剑尊一人镇守妖域，如今剑尊不在，我们连一个能站出来的人都没有。妖族大帝亲征，这可如何抵挡？剑尊陨落，墨渊叛变，我凌云剑宗如今群龙无首。哎，不止我们，天机阁已传来急报，妖域边境的妖潮比100年前翻了数倍，妖族蓄谋已久，绝非仓促起兵。陆明副掌门，你可有良策呀？我师父，他还在。剑尊已死，你说的还在是什么意思？师父的魂魄寄宿在4象剑主少主李昭然的体内，他只是力竭昏迷，并非消亡。一个10岁孩童，就算他体内有剑尊残魂，又能如何？妖族大帝呀，那是连剑尊在世时都未必能敌的存在。罢了，半月之后，妖族大军压境，我等唯有死战而已。传令下去，凌云剑宗全宗备战，纵使粉身碎骨，也绝不让妖族踏入山门半步。姐，昭然，你终于醒了。我昏了多久？3天了。龙尘的声音，我昏沉中都听到了。半月之期，够了。你要做什么？姐，我既然叫你姐，我就永远是你弟。帮我准备一间净室，我要闭关。你身体还没恢复，怎么可以？姐，如果我不去，半月之后，人间便不存在了。好，我帮你准备。昭然这孩子身体本就亏损严重，闭关半月，他能撑得住吗？师父他一定有他的考量，他从来不做没有把握的事。他不是孩子了。龙尘，妖族大帝，墨渊的妖力不过是他的一缕余气，真正的龙尘实力远在墨渊之上。以我目前的状态，正面交锋胜算不足1成，唯有在这半月之内突破极限，踏出剑道的最后一步。那一步是历代剑修穷极一生都无法触及的境界，包括全盛时期的我。但此刻
我别无选择。传令兵，在。800里加急，上报天机阁，妖族大军已集结完毕，数量远超预估，至少100万之众。不行，这副身躯的经脉承受不住剑尊级别的灵力运转，强行催动，经脉便会寸寸断裂。李昭然这副身躯毕竟只有10岁，即便我以剑尊残魂驱动，经脉和肉身都有极限，强行突破，只怕还没等到龙尘来，这副身躯就先碎了。但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就算这副身躯碎了，我也要踏出那一步。守住！苍梧关若破，身后是千里平原，再无险可守。神族的生死就在此一举。碾碎他们，一个不留。苍梧关在，人在。身后就是百姓，退无可退。今日便是我等殉道之时。第10日了，苍梧关、云阳城都已沦陷。我能感觉到那些城中百姓的恐惧、绝望、不甘，正在通过人间剑意传到我身上。还不够，还不够强，这副身躯的极限还远远不够。里面的动静越来越大了，周然他……我们只能等，相信他。昭然一定要平安出来，你答应过姐姐的，这人间不能没有你。苍梧关、云阳城、青岩城、洛信关、白鹿城13座城池全部沦陷，妖族大军所过之处，寸草不生，生灵涂炭。按照这个速度，不出2日，妖族前锋便会抵达4象剑种所在的天水郡。届时剑种若破，神族最后一道屏障也将不复存在。剑道的最后一步，我也隐约触碰到了那道门槛。一次灵力运转到极致，我都能感受到那道门槛就在眼前，但始终差了最关键的东西。是什么？究竟是什么？还差一点，到底差了什么？昭然，不管结果如何，姐姐都在这里等你。
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差的那一点，不是力量，不是修为，是坚毅，是心，是守护之心，是这人间值得我守护的一切。来了，他们来了！这数量比100年前妖族入侵时还要多出数倍，我们怕是守不住。4项剑种的人听好了，大帝有令，交出剑宗残魂，可留全尸，否则鸡犬不留，寸草不生。敬酒不吃吃罚酒，全军！够了！哈哈哈哈！就凭你一个小鬼，剑尊已死，人族无人了吗？哈哈哈哈！此剑为苍生。这不可能！这一剑就灭了数十万大军。撤！快撤！这不是人，是怪物！一剑就……昭然。一剑灭我数十万先锋，不错，比墨渊强多了，但也仅此而已。荣辰，剑尊林清扬以残魂寄身幼童之躯，还能展出这般剑意，我确实小看了你。不过蝼蚁终究是蝼蚁，你那点微末之力，在绝对的力量面前毫无意义。还没完！剑意虽强，但你这副身躯终究太弱了。10岁的经脉，10岁的骨骼，能承载的力量不过尔尔。还不够！
清玄九问，这招对墨渊或许有用，对武差得远。墨渊不过是我的一缕余气所化，而武是妖族万古以来最强的大气。超人！不行，打不过，他的力量远超我的想象。这不是修为的差距，是境界的碾压。也许真的到极限了，这副身躯已经撑不住了。超人，你不是说要带姐姐看遍天下吗？你答应过我的。前辈，人族还需要你，你不能倒下。师父，弟子还在等您回来。您说过，剑道正气长存。我还不能倒下，这人间还有太多值得守护的东西。还能站起来，倒是有些骨气。不过骨气救不了你，觉醒也救不了你。在绝对的力量面前，一切意志都是徒劳。这一击，送你上路。剑道的最后一步，我终于明白了。几代剑修穷极一生都无法触及的境界，不是更强的力量，不是更精妙的剑招，而是一身化剑，一刀威风。超人，不要！那是殉道，你会死的。姐，对不起，食言了。下辈子，我一定带你走遍天下。这是以身殉道？不可能！你一个残魂之躯，怎么可能踏出这一步？不！我乃妖族大帝，万古不灭，怎会败给一个？超人，你看看我，不要睡。姐，我赢了。你赢了，你赢了。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师父，龙明，以后凌云剑宗就交给你了。你比墨渊强得多，你的剑心从未动摇过。李姐，保护好剑主，保护好我姐。她性子倔，以后没人护着她了，你替我多看着点儿。这人间真好啊，来过一遭，不亏。回剑主，姐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桂花糕。超然，我们回家。
回来了，这一趟红尘倒是收获不小。老伙计，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。该回去了呀。昭然从小就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怎么可能是剑尊？你没发现，自从家族大比那日，昭然完全像变了一个人吗？你是何人？师傅，您是剑尊林清扬。那昭然他……灵秀姑娘，抱歉，瞒了你这么久。之前在昭然体内的，的确是我。我并没有毒舌李昭然，那日他被李莹逼下水池，我的灵体应是意外穿越到他身上了。那昭然他是不是回不来了？姐，你怎么了？我好像做了个梦，梦到了我成了剑尊，拯救了世界。你好像我梦里的剑尊。